结婚后和老公度蜜月，半夜因为天气恶劣，游轮遇险，怀孕的我被人推倒在地。我苦苦哀求老公救我，他却牵起了秘书的手，坐上了仅剩2个位置救援船。他望着地上的我，眼里满是不屑。他身强体壮，自己会爬起来。听到他的话，我的心如坠冰窖。侥幸捡回一条命后，我提出了离婚。周恒却怒不可遏地撕毁了离婚协议。现在有头有脸的人哪个不是在外面玩的花？怎么就你这么多事？我转头打起了检察院的电话，我要举报我的丈夫。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游轮外慌乱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见我的丈夫正将江月紧紧地抱在怀里，并不断安抚她。月月，没事的，救援队快来了，有我在呢，别害怕。他一下又一下地轻抚着怀里的女孩。看到这刺眼的一幕，我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从头到尾无一处不是寒冷的。我和周恒恋爱长跑8年，终于在前段时间，他答应了和我结婚。婚礼举办完后，我们选择了游轮度蜜月。我本想过我们2个的2人世界，但架不住周恒说人多热闹，他将许多朋友一起邀请来，其中也包括他的助理江月。刚刚游轮激烈的震荡的时候，我看见身旁睡着的周恒不见了。我不顾危险，光着脚在游轮的几层楼内穿梭，只为了确认他的安全。工作人员强行要求我出去，说周恒一定是先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时我还不信，周恒怎么会抛弃我，自己一个人先出去了呢？没想到出来看见的却是这么讽刺的一幕。我强忍着内心的不安，走上前去询问周恒：“你刚刚去哪了？”他看见我狼狈的模样，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关心，反而是不悦地皱起眉头。还没等到周恒的回复，游轮被海浪冲击，又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我因为重心不稳被撞击在地，而周围的人被这具突如其来的震动开始骚动了起来。我的手也被人踩住了，食指传来钻心的痛，脚下也有一股血流出。我绝望地用另外一只手捂着肚子，将希冀的目光投向周恒。好痛，救救我的孩子！混乱之际，第1艘救援船抵达。我以为我看见了希望，但是我疼得站不起身。很快，救援船上就挤满了人，眼看只剩下2个位置。周恒看都没看摔在他身后的我，牵起江月的手就上了船。而一旁3个小时前还祝福着我的好友，更是连正脸都未曾给过我。我痛苦地紧闭双眼，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在这一刻显得多么可笑啊！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才意识到自己得救了。我挣扎着起身，想寻找身边的人影，却得到护士的消息说这几天没有家属看过我，要求我去前台缴费。我摸着我的肚子，红着眼眶，小心翼翼地问着医生：“我的孩子？”医生摇头的那一刻，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我颤抖地拿起手机，想打电话给周恒寻求慰藉，又想起了他和江月在游轮的那一幕。没过多久，手机就接通了。我带着哭腔开口：“周恒。”我还未说完，就被周恒用不耐烦的声音打断：“你这几天去哪了？快点回家，公司有事。”我苦笑，我躺在医院这么多天，周恒全然没有在意过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后，刚推开门，周恒就将我揽入怀里：“老婆，怎么这么多天都没见到你？我想死你了。”我下意识地躲开了他的拥抱。在我视线的正前方，有一双我从未见过的女士拖鞋。我不在的这些天，
还有别的人来过我们的家。周恒心虚了一瞬，脸上很快又带着笑。怎么了？我现在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能抱了吗？我淡淡的开口。你在游轮上的时候，为什么抱着江月？为什么我摔在地上，你不扶我？周恒明显注意到了我手上还没愈合的伤疤，但还是若无其事地说，那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老婆有足够的信任。你比江月大这么多岁，处理问题肯定比这些刚出社会的小丫头成熟冷静。老婆，不要生气了，你看看我给你买了些什么。周恒从后边拿出来了一个礼盒，我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礼盒，明显有被打开过的痕迹。果不其然，当周恒从中拿出一条项链要给我戴上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前些日子我们蜜月旅行途经他国的时候，在商店的橱窗里面看见了，我撒娇让周恒送我，他却将我拉走，对我说，回国再给你买更好的，这条项链太普通了。可没过多久，我就在游轮上看见江月戴上了。当初我以为这只是巧合，原来周恒不是觉得项链普通，而是心中有更合适的人了。好了，别再为过去的事生气了，今晚陪我去参加一个晚宴。我的思绪一阵恍惚，我和周恒大学相识，靠着我最初拉拢来的原始基金，我们成立了一家公司。8年来我没有歇过片刻，除了睡觉，其余都在工作，将公司的每一项事务都做到了极致，只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最开始我提出结婚时，周恒说，公司正是起步阶段，我们早早结婚不拼搏，以后怎么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后来公司步入正轨，也逐渐成了业内龙头，我也查出来怀孕了，周恒才答应和我结婚。向我求婚时，周恒说不愿意再看到我这么辛苦，只需要我在家好好当周太太，培养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以为我们的感情足够坚固，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便逐渐交出公司的权利，全权让周恒打理。周恒也答应我，生完孩子后，如果我想工作的话，可以继续回公司，但在一些商业场合，我们夫妻还是会共同参加。我刚上副驾，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混杂着食物的味道。我皱了皱眉头。周恒将车窗打开，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清洗车子。我讽刺道，是吗？可是我刚刚分明看见了车上的手套箱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零食，而我原先放在里面的补妆盒早已被零食取代。手机里的页面还停留在江月的短视频平台上分享的图文，图片背景有早晨、中午、凌晨，地点甚至有在国外的。配文：老公开车，我就负责吃。我不敢细想，是不是周恒曾经和我说出差的时候都只带着江月？你今天怎么疑神疑鬼的？那天江月没吃早餐，我怕她没精力，让她在车上随便对付了一下。现在的小姑娘哪像你一样，整日在家享受着。我的心好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揪住，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在车上吃东西分明只是一件小事，可是在以前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最初创业的时候，我陪客户喝酒到凌晨，求着周恒来接我。夜里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我和他说我今晚喝了一晚上的酒，胃十分难受，想进去买点东西填填肚子。周恒不耐烦，别在车上吃东西，弄脏了我的车。你要吃的话，自己打车回家。他不顾我的身体状况，全程加速开回了家。那天晚上，我在厕所吐了一个晚上，而周恒嫌弃我搬去了客房，一句关心也没有。我和周恒刚走进宴会厅，
江月就穿着一袭深绿红裙款款走来。我身旁的周恒看得眼睛都直了。周恒的朋友认出了江月是周恒的秘书，对着江月调侃道：“周总果然好眼光，这么年轻又貌美的秘书，真是羡慕死我们了。只做秘书不是屈才了，怕是周总老婆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有魅力。来，我敬你一杯。”听到他们的话，我只是尴尬一笑，而周恒却不顾我在他身边，用手揽住江月，替江月喝了酒，一脸宠溺。小姑娘娇气，比不得我们这么粗糙，我替她敬你了。那人见江月没喝成，又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嫂子，来，敬你一杯。”我刚流产完，身子还是虚弱的时候，便想着开口拒绝。见我迟迟没有回敬，周恒皱着眉头，提高音量：“喝个酒，磨磨唧唧的，还能要你命不成？”我向来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我略带歉意回绝了周恒的朋友：“抱歉，今天身体不适。”周恒带着怒气将我拉到一旁，训斥我：“我今天不是带你过来玩的，怎么交际都不会了吗？你要是不想应酬，就滚到一边去，别在我身边扫兴。”江月红着眼眶挽上了周恒的手：“阿恒，季婉姐只是当家庭主妇习惯了，不太适应这些社交场合，我陪你应酬就好了。”说着，她扬着甜甜的笑容看向我，像是在宣示主权：“季婉姐，我为了工作当阿恒的女伴，你应该不会介意吧？”周恒摸了摸江月的头：“他有什么可介意的？你那么能干，给我们公司创造了那么多价值，他天天吃我的，用我的。”委屈和怒意涌上心头，我垂下睫毛，遮住眼底翻涌的情绪，冷笑：“我自然是比不上江小姐那么有手段。”话音刚落，晚宴上突发变故。江月一脸惊恐地看向我的后方，高高垒起的香槟塔不小心被经过的服务人员碰倒，直直冲着我和江月的方向砸下。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小心！”砰！一声巨响，香槟塔轰然倒下，而我因为背对着它，没有反应过来，被重重地砸倒在地，玻璃碎片四处飞溅。鲜血不断顺着脚踝和手臂流出，染红了穿着的白裙。而江月第一时间被周恒拉入怀里，被巨大的变故吓得哭了起来：“月月，没事吧？没伤到哪里吧？”有人劝周恒先关心一下我的伤口，我看起来伤得很重。周恒怒喝他：“季婉皮糙肉厚的，能伤到什么？”周恒焦急地上下检查江月的伤口，最后还是不放心，将她公主抱了起来，开车送到了医院。而我只是被一旁的服务生勉强扶了起来，跌跌撞撞的自己一个人打车去了医院。伤口不断传来阵痛，而我却感觉心比伤口处还要痛上100倍1000倍。医生刚给我缝完10几针，我拿着药出了诊室。医院的过道上，我听到有人小声议论：“怎么刚刚这么大动静？发生了什么？”“你可别说了，听说是来了位周总带着他老婆，老婆一直哭，医生也没查出什么来。那个周总大发雷霆，要求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现在的有钱人真是天天闲着没事做，净浪费公共资源。医院可是救人命的地方啊！估计等医生到了，他老婆的伤口都好了。”听到这，我讽刺一笑，却在抬头的时候看到了对面来人。周恒牵着江月的手，另一只手里只提着一袋小膏药，而江月身上披着周恒的外套，泪眼婆娑，整个人看上去楚楚可怜极了。恍惚间，我想起大学时我受伤了，周恒也是这样牵着我从医务室里出来，
路途中还一直不断叮嘱我以后不要再这么莽撞了。而眼前的周恒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对我满眼爱意的少年了。江月也看见了我，脸上是藏不住的得意。对不起啊，季姐，阿恒担心我还年轻，留下伤疤就不好看了。刚刚加速开车带我来医院检查，把你给忘了。真羡慕你有一个对晚辈这么好的老公，真希望我以后也能找一个。他的字里行间无不带着炫耀的语气。周恒看见我的手和脚都缝了针，脸色难得升起了一丝愧疚。不过这些我都不在意了，反正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的丈夫的第一选择都不会是我。那这样的婚姻，我想不出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我应该早些看清的，而不是和他苦耗多年，最终还伤了自己。我忍住心中的酸涩，将手中的戒指摘下，扔到了医院的垃圾桶里。周恒，离婚吧。江月红着的眼眶闪过一丝得意。周恒不可置信，上前一大步，看清我的伤口后开口：季婉，你又耍什么小脾气？你以为学小姑娘那套卖惨撒娇对我有用吗？也不看看自己几岁了，这么多年了，周恒还是这么看待我。哪怕是到了现在，他还认为我是在和他开玩笑，认为我真的离不开他。结婚后在家好好待着我，养着你不好吗？非要学争风吃醋那一套，离开了我，你以为还有谁会要你？我一下子就爆发了，将以前的愤怒和委屈全部都发泄了出来。我没和你开玩笑，和我离婚不是正如了你的愿吗？你喜欢江月你就娶她呀，为什么要一直和我拖着呢？我只是退出了公司，不是死了。这么多年，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你心里没有点数吗？口口声声说着是你养我的，难道我没有付出吗？周恒神色一僵，眼底闪过一丝慌乱。结婚了才没有半年，你让大家怎么看待我们？你让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你想要他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是啊，我们结婚也不过2个月，周恒就能一次次地这样对我，仿佛以前表现出来的爱意全都是假的。周恒有些抓狂，将一旁要上前来的江月都大力推在了后边。他一双猩红的眼睛直直盯着我。那我谈的那8年都不作数了吗？你明明那么爱我，你为了和我结婚付出了这么多，怎么舍得和我离婚？原来周恒也知道我的付出啊，我原以为他看不见呢，不然为什么会一次次对我那么绝情？我忍住眼泪，哽咽地说：就当是为了狗。周恒牢牢抓紧我的手：季婉，你现在受了伤，情绪有些激动，别说气话了，我们回家好好休息。我无力挣脱开他，只好任着周恒带我回家。江月想要跟上来的时候，被周恒大吼了一句：滚，做好你的本分工作。他一句句在我耳边重复：你不喜欢江月的话，我就将他开除，以后再也不用见到他了。我没有回答，只是冷笑。走了一个江月，难道就不会有第2个江月了吗？我不会再自欺欺人了。关了灯，躺在床上后，身体各处都传来火辣辣的痛。早上刚从医院回来，晚上又去了，还多添了几道伤口。门外还不断传来周恒的拍门声。老婆，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我铁了心要和周恒离婚，只不过属于我的权益，我要全部拿回来。想着想着，大概是身体太疲惫的缘故，我就沉沉地睡下了。深夜，我是被自己的体温烫醒的，刚想坐起来，就发现额头贴着退烧贴，而卧室的大门也打开着。床边的柜子上有一杯温水和退烧药。家里面只有2个人，这是谁做的？一目了然。我闭了闭眼睛，苦笑了起来，喉咙却是干涩无比。我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周恒听到动静后，慌张地进了房门，将手贴近我的额头。婉婉，还是不舒服吗？他将药递到我的嘴边，想要喂我吃退烧药。我将他的手推开，自己吃了药。周恒一脸受伤，还是帮我把被子盖好了。饿了吗？今晚看你也没吃什么东西，我给你熬了白粥。周恒上次为我做饭还是大学谈恋爱的时候，自从毕业一起打拼公司后，无论我怎么求着他给我做饭，他都以工作忙而拒绝，而他却说他吃不惯外面的食物，要求我给他做1日3餐。太忙的时候还会被他和他的妈妈一起训斥，哪里有作为妻子的为了工作连家庭都照顾不到的？他就像变了副面孔一样，明明几个小时前还在凶我，说我矫情。我深深叹了口气，周恒，你装的不累吗？周恒抿着唇，略过我的话，老婆，你吃些吧，别伤到了孩子。你以前不是说妈妈身体好，孩子才能健康吗？我下床从抽屉里拿出医院的报告单扔到周恒身上，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孩子，你怎么配提孩子？你在游轮上看见我摔在地上求救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孩子？我被香槟塔撞倒在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孩子？周恒看完报告单后，脸色惨白。怎么会？我以为什么？以为我这些年来像保姆一样伺候你们一家的起居，不怕苦是吧？还是以为我受过的伤够多了，不过是摔倒而已，在你眼里不值一提。想到我经历的种种，我失声痛哭。我对周恒的爱意，早在他一次次地轻贱我后消失殆尽了。周恒将我禁锢在他的怀里，带着哭腔道：婉婉，对不起，是我的错，没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能再要一个孩子，是这个孩子没有福气，我以后不会再犯那些错了。我闭了闭眼，翻身背对着周恒躺下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和他吵了，也没有必要再和他吵了。第二天一早，周恒早早将早餐买好，是我以前最喜欢吃的一家早点店。桌上还放了一束鲜花，和江月晒出来的品牌一模一样，连样式都没有新意。周恒见我洗漱完出来，讨好似的拉开餐椅让我坐下。老婆，我今天特地请了假陪你，中午我带你去我们以前最喜欢的那家餐厅吧。这样的小伎俩也就只能骗骗小姑娘了。我讽刺一笑，将周恒曾经对我说的话还给他。你以为学小伙子那套制作点廉价的浪漫对我有用吗？也不看看自己几岁了。周恒被我揭穿后，脸色黑了一瞬，还是忍住怒火，将早餐夹到我碗里。我将食物挑掉，提醒他，我今天要回公司，你自己修。听到我要回到公司，周恒急了，老婆，你刚刚失去孩子，身体还脆弱着，公司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我没理会他，直接去了公司。周恒也跟了过来。这家公司无论是出资还是出力，我都比周恒要多得多，股权占比自然比周恒多。结婚签婚前财产时，周恒多次和我提出想让我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他，好让他能更好地行使公司的权利，我都拒绝了，为的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刚到公司，我就通知了各部门开会。江月听到我的任务，作为秘书没有第一时间履行，反而是在办公室里抱怨起来，你都这么久没有回来了，突然就让各部门开会，有点不合适吧？何况我是阿恒的秘书，他大概是被周恒宠得无法无天了，完全不分场合。说到底还是仗着自己青春有点姿色，可以得到上司的偏爱。殊不知外面一直会有比他年轻、比他优秀的人。我坐在办公椅上，好笑地看着他，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不想干可以滚出公司。
江月被我训斥后，眼眶瞬间红了。周恒在一旁也坐不住了，过来劝我：“你对一个小姑娘凶什么？她又不懂公司的这些。”我看了他俩一眼，将人事部主管叫了进来。我们公司不养无用之人，既然什么都不懂，就早点离开公司，将位置腾给有才能的人。我不是慈善家，人事部主管是个人精，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何况江月在公司咄咄逼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就差以老板娘自居了。明白，我马上去准备他的离职手续。江月睁着泪光盈盈的眼睛看向周恒，想要他站出来帮他。周恒站原地犹豫了一瞬，看江月哭着跑出了办公室，随后也跟了上去。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的一出好戏。去到会议室，精彩的还在后面呢。既然这么恩爱，那我就成全你们。开会的目的主要是让各部门给我汇报近段时间的工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公司业绩下降了不少，大部分原因都来自于周恒的决策。公司的资金流动也出了问题，上个月甚至拖欠了员工的工资。下面的人早就不满意周恒的管理了。这场会议按道理来说，周恒是必须参加的，但是一直过了10多分钟，周恒也没有进来。他人虽然没到，但声音倒是响彻整个会议室了。科研团队刚点开展览室的实时产品操作，突然有娇喘的声音传来，汇报人手忙脚乱想关掉，但是声源还在播放着。所有高层面面相觑，而后都低下了头。江月带着娇嗔的声音埋怨道：“你别那么大力嘛，是不是和我做才有感觉？”会议室里的声音越来越激烈，江月的语气带着哭腔，声音微微颤抖：“你到底什么时候和他离婚？刚刚在办公室你竟然不向着我，你还爱不爱我？”周恒喘息着安慰着他：“别急，我只是暂时哄着他，等把公司的股份都拿到手后，我一定让你当老板娘，那还差不多。”科研团队的人被吓得脸色近乎苍白，用赴死的眼神看着我。料谁也不会想到，公司的老总和秘书在公司开高层会议的时候，就在展览室做起了这些事。我听完后，心情倒是没什么起伏，平静地叫他们将视频保存发给我。这可是周恒出轨确凿的证据。从我提出离婚那一刻，周恒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就知道他打我的股份的主意。会议后半场还是勉强地进行了下去。公司人杂口多，这样的八卦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公司。周恒和江月装作无事发生出来时，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向他们。一直到周恒来到我的办公室帮江月求情，让我不要开除江月。我将会议室精彩的开会回放给他看，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周恒跌坐在沙发上，而后颤抖着身体起身走到我面前，语气带着愤怒：“婉婉，你听我解释，是江月勾引我先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们还有转机，不是吗？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是我一时犯了糊涂。婉婉，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无视他，低头划了划手机。我的秘书江晴很快就将那份刚补充完的离婚协议书送到了我的手上。早在刚刚回公司的时候，我就发现先前我看中的一些公司员工所在的岗位大多都被调岗或开除了。当初我要离开公司时，明明交代过周恒要重用江晴，没想到换来的重用就是他把江晴开除了。江晴因为担心影响我养胎，也只字未提，怒意涌上心头。我大力将离婚协议书甩到周恒身上。事到如今，你还要继续表演些什么吗？
你要还是个男人的话，就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书。周恒见求我也没有周转的余地了，面色阴沉地捡起地上的离婚协议书。他越看眉头皱得越深，语气愤恨：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周恒开始和我谈起了条件，除非你把你的股份转让10%给我，以及我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过户到我名下。我笑他痴心妄想，那我们只能法院见了。周恒将离婚协议书撕得粉碎，一脸受伤看向我：婉婉，你非要做的那么绝情吗？这些年没有我们公司能走到如今的地步吗？我们离婚的话，对公司的收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真是个自私的人！商场上成功的男人哪个没有点外遇？为什么只有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呢？他牢牢抓住我的手。江月不过是个秘书而已，他永远威胁不到你的地位。我被周恒的厚颜无耻震惊到了，让江晴将他赶出了办公室。多看他一眼，我都感觉到恶心。自从周恒和江月那段见不得光的行为被曝光后，江月就离开了公司。至于周恒在公司里也不好过，尽管大家迫于他的职位目光有所克制，但私下还是传疯了，他还是不愿意和我离婚。我只好采取法律手段起诉周恒。我也和周恒正式分居，但在一个公司还是避免不了业务交流。这天，周恒不知道发什么疯，他进到我的办公室，我以为他是拿着公司新项目的合同让我签字，没想到打开一看，竟然是婚内单身协议书。看到里面的条款，我真的是要被逗笑了。我对婚姻的态度向来都是要求双方要绝对的忠贞，也不可能会签下这个协议。他扬着自信的脸威胁我：婉婉撤诉吧，你也清楚你离开了公司一段时间，法务部早就变天了，我有顶级的律师团队，你是打不赢我的。业内也很少会有顶尖律师愿意惹上这一身浑水，何必多此一举，伤了夫妻间的感情呢？我将协议书扔到一旁的垃圾桶，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就走着瞧。在周恒心里，女人就该是男人的附属品。以前我无论做出了什么样的实际，周恒只会鄙夷我只是靠运气罢了。当我谈下一个项目，他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利用身体换取利益，少去了我对他的那层滤镜。现在看来，他的目光永远都是那么的狭隘。这天，我和我的委托律师岑川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商量着开庭的细节。如周恒所说的一样，公司里的法务部给我提供的人都是一些刚招进来的新人，和那些打过多场的律师完全不能匹敌。于是我联系了岑川，业内饱受好评的大律师。最初我认识岑川的时候，他与别人合伙开办律所，但资金遇到了问题。那时候我觉得他未来定大有可为，并以个人的名义投资了。那时候还年轻，又正与周恒热恋。我还调侃说自己怕是这辈子都不需要岑川来打离婚官司。没想到爱情的变质期这么快。前些天周恒试图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还想通过负债的方式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让我分不到财产还要亏损。而我刚回来接手公司，正忙得焦头烂额，得亏于岑川及时发现，否则真让周恒钻了空子。看完岑川递给我的文件后，我问道：你有几成把握？岑川毫不犹豫地回答我：10成。打这种人渣我什么时候输过？季小姐这是不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不相信我？我和岑川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相视一笑。离开前，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便礼貌地拥抱了一下。而这一幕又恰巧被刚进来的周恒看见了，他怒气冲冲地推开了岑川，并对着我吼：
既完你是有妇之夫，我们还没离婚，大庭广众之下，你还要不要脸？”和岑川说了声抱歉后，我侧目看向周恒，先不说我今天没干什么，就算我真的做了什么，你是最没资格说这句话的吧？周恒可不是一个人进来的，他手里还牵着江月。岑川在一旁讽刺道：“还真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周恒脸色不好看，将江月的手放开了，紧紧握着拳头。此时的江月跳出来柔声开口，像是糖精加多了，声音腻得慌：“你自己都在外边私会男人，凭什么联合全公司上下来责备我们？”我翻了一个白眼：“江小姐，你不能因为自己满脑子都是男人，就认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和你一样吧？”江月丝毫不觉得我的话有问题，还嘚瑟了起来：“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本事留住男人，你嫉妒我。”正值下班时间段，咖啡厅人流量多，看到了江月和周恒这对热点人物，全都停住了脚步，偷偷打量了起来。周恒自然受不了了，这有损他大男子的形象。他将江月大力甩开，吼了一句：“江月，你闹够了没有？”江月被甩得磕到了桌子上，又哭了起来。而我不想再成为公司茶余饭后的笑话，和岑川早早离开了。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原本自信的周恒，在岑川拿出一系列证据后，节节败退。他大概以为自己的流水做得很隐秘。早在1年前，江月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周恒因为去他们学校演讲，两人结识。而后周恒的私人账户里1年内不断有大笔金额转入江月银行卡里。周恒还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为江月购置了1套房、1辆车。以江月的文化水平和学历，根本不可能进到我们公司，是周恒安排进来的。那天我当场就要求公司人员将监控的视频传给了我。周恒无论怎么删除都于事无补了，而他与江月出轨的聊天记录，在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我早就保存好了。最后，周恒的律师只是越解释越苍白，还陷入了自证的困境。除去该有的财产分割，江月还需将周恒转过给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偿还给我。他的脸色惨白，只能一直求着周恒帮他。不过周恒现在却是自身难保了。我念及多年的情谊，还给他送了一份大礼。周恒刚出法院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看来是消息走漏，有人提前告诉他了。周恒现在整个人已经慌乱的不行，他站在法院门口，看着我和岑川从阶梯下来后，上前一大步质问我：“是你？”我笑得明媚：“喜欢这份礼物吗？”早在发现公司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派人偷偷调查了。这几个月以来，周恒在海外设立了一家徒有空壳的分公司，并不断将公司的资金转向海外，躲避监管。他还野心勃勃地与外资公司合作，发票造假。周恒还与他的一些商业伙伴非法投资多个项目，谋取不正当收入。他跨过国家的红线上做生意，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任何一项罪名都能让他无翻身之地。周恒想逃，但明显已经来不及了。在我说完那句话的时候，检察院的人已经派人来逮捕他。下一刻，他就被戴上了手铐。周恒望向我的眼神带着浓浓的恨意，可我却只注意到了今天的太阳是格外的明媚。他狼狈地挣扎着，眼眶通红，一遍遍嘶吼着骗自己：“我没有做过，你们凭什么抓我？我要见我的律师。”而那个刚刚帮他辩护的律师，早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跑了。周恒被抓后，公司避免不了出现品牌声誉和资金问题。一些帮着周恒
造假的员工也被抓了进去接受调查，其中也包括江月。江月被周恒欺骗，签下多份合同，还将那些不正当的收入打到他海外的银行卡里。他最初还沾沾自喜，以为周恒是爱他，才将这么重要的文件给他签，将那么多钱转给他，坚信着男人的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可殊不知，周恒将他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公司人员变动大，好在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及时调整岗位的空缺，以及弥补资金的漏洞，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